在视频开头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尝试过冬泳，可以在弹幕里面留下你们的感受。话说在大冬天连上个洗手间都觉得冷，更别说把全身都泡在水里面，那酸爽感想一想就刺骨。但其实说正经的，如果能做到科学冬泳，对人体还是有不少益处的。在俄罗斯就有一种在冰水里面游泳的习俗，这听上去可比普通的冬泳还要刺激100倍。确实，在入水前可是要先用电锯或者锤子在厚厚的冰层上面凿一个大洞，然后再跳下去的，这简直就是在速冻嘛。虽然习俗的寓意不一定是坏的，但曾经就有人跳下去之后就再也没能爬上来。在部分北欧和东欧国家，冰泳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，尤其是在俄罗斯，冰泳可以追溯到1525年。自沙皇统治时期开始，冰泳就是重要的宫廷仪式和民间习俗。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东正教。每年的1月19日，为了纪念耶稣在约旦河里面接受洗礼，东正教徒就按照传统在河流、湖泊等水域上凿洞，通常是凿成十字架的形状。另外，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虔诚的教徒们都会跳进冰窟窿里面进行冰浴，而且至少要保持3分钟。人们普遍认为这样的做法可以消除一个人的罪孽。因此，冰泳就逐渐演变成为了东正教庆祝主显节的重要宗教活动之一。不过，最正规的冰泳场地会用一个泵迫使水在洞口下面循环，防止凿开的洞再次结冰。而且，大多数冰泳场地还会使用一种特殊的加热地毯，这样从更衣室到达洞口的这一段路，人们就可以更加舒服与安全。不然，那些刚上岸的人们身上都会滴水，气温又这么低，没过多久就会结冰，走起路来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而到了现代，北欧的一些国家，冰泳不再与宗教仪式有关，而是和桑拿浴联系在了一起。通常来说，蒸汽浴室的温度都很高，人刚蒸完，从里面走出来的时候，身上总会冒着团团热气，整身热气的他们就会一头扎进冰河里面，或者躺在冰面上面急速降温，因为他们相信冰泳越洗越好，尤其是这种冰火2重天的做法，疗效更能翻倍，解压的方式也别具一格。只可惜这样的冰泳并不能完全给人带去身体与心灵上面的慰藉，有时候也会让人乐极生悲。事故就发生在2022年的2月5日。视频里面的男人名叫亚历山大，他正跃跃欲试，准备跳进冰冷的科尔托姆利克河中。妻子则负责记录下丈夫的高光时刻。亚历山大脱下衣服的同时，身后的朋友正在忙着用电锯去开厚厚的冰层，可见的这气温得有多低。据说当时的气温是-5°C。在入水前，妻子问他害不害怕、冷不冷，他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。妻子不死心，又追问他脚不冷吗？亚历山大仍然嘴硬说不冷。妻子虽然心存疑虑，但也拿他没辙，抱怨自己穿着衣服都非常冷，希望他这一遭不要生病。而在入水前，亚历山大还用长柄斧头清除较小的冰块，只可惜事与愿违，亚历山大跳进冰河之后便再也没有了动静。眼看着不对劲，妻子非常慌张，她大声喊着丈夫的名字，可在浑厚的水中并没有看到他的身影。而在一旁，亚历山大的朋友也急忙用电锯试图再去开一个洞，可冰层实在是太厚了，根本就来不及救人。此时妻子呼喊着向旁观者求助，他们设法拨打紧急救援电话，可是搜救人员多次潜入冰河都没有发现他的尸体。直到第二天，救援人员才在距离海岸20多米的地方打捞到了亚历山大的尸体，他漂浮在水下4米处，早已溺水身亡。那大家想象一下，当你跳入寒冷刺骨的河水当中时，第一反应恐怕就是大口的喘气。可水下一片漆黑，就算睁得开眼睛也全部都看不清，很快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整个身体逐渐变得僵硬。此时你再想抬手摸到洞口上岸，却没想到直接撞上的却是冰层。这个时候你才意识到自己早就已经偏离了洞口，完全的被困住了。然而你不知道的是，自己挣扎的同时，水流却仍然在送你去更远的地方。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。同一年，另外一个案例发生在1月19日，当天正是主显节。安娜·乌斯科娃是一名律师，她有2个孩子，一个14岁，一个10岁。事发当天，安娜全家都来到了俄罗斯圣彼得堡以南的奥列杰日河旁，厚厚的冰层上面已经有一个十字形状的洞，这就是安娜今天要挑战的地方。作为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，安娜肯定是要遵循冰泳的传统的，因为他们相信被宗教仪式祝福过的圣水具有特殊的治疗功效。就这样，身穿黑色泳衣的安娜站在冰上，往胸前比划了一个十字，便捂着鼻子义无反顾地跳进了冰窟窿里面。随后的事情大家也都猜到了，安娜就此消失。围观的2个孩子都发出了尖叫声，而丈夫尤里也紧随其后，迅速地跳下水，可惜还是没能找到她。
很快，当地的紧急救援队也赶到了现场进行打捞。与此同时，经验丰富的救援人员立即就指出了几个明显的安全隐患。首先是这个地方没有照明，能见度太低；其次，附近没有安排救援人员，缺乏预防措施；最后就是这个冰洞本身也未经批准，不够安全。救援队长透露，就白天的时候，也有其他的东正教徒在河上庆祝主显节，但他们非常的谨慎。在冰洞里面安装了一个带台阶的木架，方便人们进出水中，而且附近还有救护车和救援队待命，确保平安无事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比起他们，安娜这种没有任何防护的，简直就像在玩命，因为一旦发生意外，根本就来不及补救。更何况，奥列杰日河本身就是列宁格勒地区最危险的河流之一，每年都有不少人溺死在这湍急的河水中，而且也不都是因为冰涌出的意外，就连夏天也难保万无一失。据推测，虽然冰层看着巨厚，可并不妨碍河面下的暗流涌动，事发时的水流速度至少在每秒3米，安娜就这样随波逐流了。然而，尽管出动了一批又一批的救援队，志愿者们甚至还动用了水下无人机，安娜的尸体仍然没有被找到。事后，安娜儿子的游泳教练也接受了采访，他当时得知这场意外事故时非常的震惊，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美满的家庭。但有一天，孩子的爸爸电话联系他，声泪俱下，说要给儿子请假，而原因就是孩子亲眼目睹了母亲淹死在自己面前，不免有些心理阴影，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上游泳课了。可惜再怎么悔不当初，生命已经无法挽回，最重要的还是提高重视，避免悲剧再次发生。其实，除了宗教活动之外，冰泳也逐渐走进了人们的正常生活。在俄罗斯，拥有这项爱好的人被称为海象，而芬兰则被叫做水獭或者海豹，在北美则被叫做北极熊。不过，可别觉得这些外号怪可爱的就去轻易尝试，没2把刷子根本就不能够下水。当然，某些战斗民族除外。如果是普通人初次尝试冬泳，别说3分钟了，在水里停留超过3秒，恐怕都已经吃不消了。要知道，身体热量在水中流失的速度是空气中的25倍。当人突然进入寒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，肾上腺素分泌激增，才能确保身体在冷水当中维持正常功能。另外，皮肤的迅速降温也会触发各种呼吸和心脏反应，通常表现为大喘气、心率加快和血压飙升。不过，虽然这样的变化会给心脏增加不小的负担，但对于健康的人来说，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。相反，对于那些患有潜在心脏病或者高血压的人来说，这就不是什么小事了。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，就是做好万全的准备。除了选择正规的冰泳场地之外，自身也不能掉以轻心。首先，独自进行冰泳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举动，不管是不是新手，都应该结伴而行。其次，第一次入水的人必须和经验丰富的同伴在一起，他们擅长冰泳，知道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，也能够及时急救。最后，排除掉一些不适合冰泳的情况，比如患有心脏疾病、呼吸道类型疾病等患者。其余的，就算是经验丰富的人，在下水之前也千万记得不要喝酒。那我相信在座各位这辈子都不会尝试冰泳的。那你们知道冰泳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吗？实际上，在冰泳的时候，人的身体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。在下水后，人要一点点的浸泡在水中，使自己的身体慢慢适应冰水的温度。如果感觉吃不消，就立刻放弃，千万不要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，因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如果可以继续，那么接下来你的皮肤及四肢会感到刺痛，甚至会产生类似于灼烧的感觉。适应一段时间之后，四肢就会开始麻木，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温暖的感觉，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脉。完全适应了冰水的温度。其实，科学合理的冰泳确实能够改善血液循环，增强人体的免疫力，但绝对不是包治百病的。当然，这种锻炼方式是讲究因人制宜、因地制宜的，千万不要盲目跟风，否则一定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意外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最后还是要再说一句，视频当中的各种操作千万不要模仿。临近夏天，许多小伙伴肯定已经计划好了水上活动，不过大家在玩得开心的同时，安全问题要随时放在心上哦。那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